来，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家好，欢迎我们每个礼拜三又跟大家见面。我是富国党的秘书长舍利子。上礼拜因为公务有点耽误到，所以跟我们的廖董请了一个假啊。这个礼拜非常高兴又见到大家，微熊欢喜啊！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哈。对，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节目了，就来跟各位聊一聊了。对啊，这个是一天中最开心的事情啊。好，上来啊，还没多少人上来，等一下。上来朋友，麻烦请点赞啊，麻烦请点赞。这两天的事情还是我们最近的哈。首先在等更多的呢，我们的那个粉丝上我们的线上的同仁上网之前，我先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金章恭喜啊，27号在台北办的那个台美党的那个第一次的聚会，因为我自己在2年前就筹组这个复国党嘛，我太有经验了。我27号台美党的第一次聚会哦，那个之前也没有说宣传的多么的铺天盖地，马上就有100位以上的那个100多，大概100位以上的那个自动自发哦，大家都是理念一致的同仁哦，来搞那个新闻景哦。还真呀，我讲哦，我在2年前我筹组那个复国党的时候，我们是安尼去讲拜托，去讲说明这个理念哦，然后才这样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把100个找齐啊。没想到廖董就这样跟大家宣扬一下理念哦，哇，有这么多我们朋友哦热烈的响应，我真的要恭喜他啦。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2/3了。这个是真的要感谢各位了，感谢各位了，这种力量丢哈。理念对了，它就推动就很快，所以我一直要做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基本上咱这年纪已经不是哈什么用什么用努力啦，用拼搏啦、拼命啦去做的代志，咱是要做水到渠成的代志。没错，从那里看你知道吗？其实我之前不是呼吁说我们的后制现在，因为我们现在2位后制哈，他们都有个人的工作了，所以他一天大概有时候只能做1集，甚至好几天才能做1集。所以我们说希望有新人能够多几个进来。我们的后制群现在已经有7位了哈，有7位后制群了，我们有一个小群嘛哈。所以这个真的要感谢大家了，如果没有大家鼎力相助，我一个人也做不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讲，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51州退后了哈，退将跟匪谍将用美国法律全部予以叛国罪论处。各位，我相信台湾人现在最恨的就是这些叛将啊、亲共、舔共者啦，这样。然后呢，郑义文他们这群人啊，一般人拿他没办法，但是我们很生气嘛。其实我跟你讲啦，真的，你说如果用中华民国的法律啊，这些人真的很难判他罪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的法律，共匪不是外国，他也不是匪谍，他就是我们国内的，所以这个代志也将是他们的硬伤嘛。而且很多人讲说入美之后了哈，不但我刚刚讲那个这些叛国者会被用美国法律来审判，那是就严重了。而且我们司法改革就会瞬间就解除掉。很多人想在谈台湾的司法改革，台湾的司法改革，我跟你讲啦，你来扣台湾专哦，在司法界这些老人呢，不可能改革了，但是加入美国51州，最终迎刃而解。所以咖喱美国不光是说台湾的什么，台湾的经济得到什么，得到发展嘛，台湾的政治得到保障嘛，台湾的未来整个100年腾飞就跟美国绑在一起了。所以我说我的梦中有一个，我常常有一个梦，就台湾100年腾飞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只有我谈了3年了。但是今天我3年前讲100年腾飞，我人会醒来，我还在笑在讲一下对吧？我现在讲100年腾飞，是很多人开始说，哎呦，好像塔上的共识有得力，也就是他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他进入美国，还有台湾100年腾飞已经走到你面前了，就看你要不要出手去跟拉开你嘛，对吧？
这个什么，这个飞鸟已经飞到你面前了，你要出手抓起来就是你的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我们稍微一宣传，我们的什么一次就把100多位的什么的那发起人全部给凑齐，因为大家这是符合大家内心的渴望嘛。没错。而且我们在找后置这么容易就找到很多位，我都还没有怎么才昨天在节目上讲一下而已。这个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自然有什么有天助有人助的。那今天我想让那个，所以我等一下主席来讲一下。所以我发现这个台美党这个主张51州加入美国成为1州这个理念呢，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派的朋友认同。我后来发现，我们自己在正蓝军，我自己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最早我们也是有在宣传这个理念只是后来没有积极在做。然后后来廖董他这个你们27号的那个整个那个发起的那个气氛那么热络，然后我就跟我周围这些正蓝军的朋友去问一问，我发现台美党的这个主张成为美国1州这个理念，绝对不会只是在台派里面发酵，这个在所谓的蓝军的基层，这个也是非常有卖点的。所以对，所以这个台美党，我跟你讲，这个将来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后世可期的，我感觉了。对啊，这个东西应该全台湾共同的期待啦。这奇怪这款代志，这么多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喊。这个就是党的想法。其实我常常讲了很多东西只要你觉得对了，就要勇往直前。人讲这个是对的，可是我以前没有做过我怕呢如果政府很多，而且是体制内人最严重就是这个毛病了。我讲这个事情好像对啊，但是我以前没做过，他又不敢去做，这样的人永远是后知后觉所以今天我们掌握了这一块话语权，就叫舆论的制高点已经被我们掌握了然后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美国到底愿不愿意这件事情也讲得很清楚。川普都有去讲，格陵兰都有去讲，加拿大怎么可能会没有独漏台湾呢？我跟你讲川普永远都是台面上讲这件事的，其实他心里想是另外一件事啦。就台面上来讲格陵兰跟加拿大，最后他51州是台湾啦，相信我这一句话啦。川普他的行为逻辑就是这样那今天我想让那个什么秘书长来跟我讲一下，就是最近中国的那个军演的事情。军演是有内幕的我想跟他报告一下那个万恶的共匪不是这2天又在台湾东西南北那个军舰围台吗？然后对外大肆的宣传，尤其是对中共那个内部。然后我昨天是我们富国党在大陆体制内的，我们叫做良知人士就是我们的支持者啦，我们的盟友，有的是我们的党员，跟我讲的，他说秘书长，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用担心啦。这个是中共，因为他现在整个经济崩溃，整个共产党自己内部斗得已经分崩离析了，他们很怕他们这个政权突然就垮掉，所以尤其现在大陆，各位你如果上那个 YouTube 或是那个去看一下那大陆人自己拍的那个影片，他们电动车也整个都崩溃，他们房地产整个崩溃他们的商铺整个崩溃，那个简直你就看了你就觉得那个而且他们现在人口，习近平的那个疫情封控3年之后，现在有人真的去专心的去给他统计了一下，大陆现在的人口可能只有最多8亿而已，甚至有人更精算，可能都只有6亿而已。就是说，那3年的那种完全把人锁在家里面那种疫情的风控那个习近平那个脑子进水的那种暴政竟然让大陆的人口就死了好几亿你想想看，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那种县级的城市那个规条街商铺都没人所以人家说大陆现在人口可能真的就只有最多8亿。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他现在很怕他内部整个就垮掉了，
然后整个老百姓就闹起来，你知道，所以他一定要对外哦，每天不是在打什么台独，用这个台独目的就是为了要去让他内部的民众哦，把他们洗脑嘛，让他兴奋，所以他要去安排一个这个军舰围台哦，然后对内大肆宣传啊，我们要对付台独，你看我们他妈大肆的把台湾围起来，让大陆的那些被他洗脑那个老是充满了那种反台独那种大陆那种所谓的五毛小粉红啊，大陆确实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中国老百姓那个脑子进水的，得了那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种哦，确实还有一大片的那种中国基层老百姓是搞不清的状况，他怕这些人会闹起来，你知道，所以他要安排一个这个军舰这个围台，打着是什么反台独。我们体制内军方的同仁跟我讲，他说中共事先都已经有通知美国，跟他讲这只是对内的一个艺术工程是 N 题啦，我们没有真的要跟台湾怎么样哦，这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场剧本而已啦，你们美国不要紧张哈。那听说啦，应该美国也会告诉我们赖总统嘛，所以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了哈，只是没有把中共那个不要脸的那个演戏的那个把它揭穿而已。那所以记者有去问那个川普总统说，那个中共现在在台湾外海东西南北这样整个军舰围起来，在军演，川普总统你怎么看？所以川普总统不是说，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川普不是笑笑说，哎呀，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啦，表示说中共有通报美国啦，就是纯粹就是为了他们内部的需要要去做这么一场，所以你看这个军舰不是草草了事，有没有？根本就什么但是当然话虽然这么讲，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绝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因为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做狼来了，对不对？老是有人在那边搞那个狼来了，然后我们每次看到狼来了都没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就在好像在看中共的笑话，我们自己就没有提高警觉，有一天他真的就打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虽然他们可能也就是在对内部的一个演戏，但是他每一次在台湾的不管是什么演习，我们一定都要用一个非常那个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它。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张敏兰30块短信，谢谢。还有贾一炳75块短信，谢谢。塔山爱国爱家爱大家，敌国进逼不退缩，网络宣传51周，欢迎加入台美党，谢谢。我们台美党大概，我们台美党的那个成立大会会在台中。各位记不记得我3年前办过一次线下聚会？我第一次办的线下聚会来200多人那一次嘛。对。我的那个什么，我们的场地会在那栋大楼，在 CBD 嘛，那个什么7级那边 CBD， 我们准备在那个地方了啊。时间我是想让它改成礼拜六礼拜天嘛，就最后会跟各位通知的。台中一定会人比较多嘛，因为我们的主力在台中，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各位踊跃参加了。但创党大会不要太寒酸哦，一般没人嘛就排管哦。我一个粉丝会都200多人，创党不到200多人，很丢脸，要努力3年呢，3年前跟3年后，连200多人都弄不到拜托了，这个要给大家搞起来要顶住了还有啦。朋友们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朋友解释的，但是很多朋友他们一直很点改丢，他怕我们去抢民进党的票。有人跟我写信说，我已经3进3退了。他说每次看你要阻挡，然后讲那个说的批评赖清德，他就退了。他想一想，他实在是熬不住就进来，他又退了，进来。但是知道说我坚决的要开始创党之后，他才认为说，哎呀，51周也是一条可以走路，所以大家决定要留下来。我跟你讲境地的代志你要让每个人都满意太难。我也没有打算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也没有打算要让每个人都认同。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我们做的是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对国家基本就需要咱这款的人需要我们这种人，因为我们实在太左了。很多人，我是最早讲左右了，全台湾就政治界没有人在讲左右。
我讲左右讲多久了？但是这个事情让真正了解的人都说，哎，你在恭喜你，台湾已经左到不行。我就跟你讲啊，川普跟贺锦丽竞选的时候，台湾支持贺锦丽，你敢不在？这件事你们早就知道，你真的会什么？如果说我们早知道，我们一定会出来阻止。所以这件事情，还有川普是个大度的人，你因为川普来，请问艾森嘛，那自己那个什么？那个杜鲁门，那些杜鲁门那小杜机场，你台湾知道，看去都一样，没错，对不对？那很多人讲说啊，你台湾，你就台美党，你叫什么？他说有很多人在批评说，你台美党叫台美党对，但你英文叫什么？台湾 Republic Party 对吧 ？Republic 是共和党。他说啊，你不是靠边共和党？各位，你这些事情我怎么跟你解释才清楚讲清楚？我们成立政党本来就是要补民进党不足，一个国家有左有右。你只有全台湾政党都是左派政党，没有一个右，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平衡民进党左右的政策，让美国知道我们也有右派。如果哪一天台湾要加入美国，不是以我政党去申请，好不好？你怎么会管我政党是左还是右？我是以台湾这个国家去申请的嘛。其实你入党，要不是说我台美党去入党，你真说哦，如果你用台美党，你党名就是共和党嘛，你是台湾共和党啊，民主党怎么会认你？拜托好不好？而且我想跟线上的朋友分享一个我的想法哈。我那时候组复国党，其实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刚好金章他这一次在筹组这个台美党，我们台湾真的不能够说2365万人的未来我们的安全和平，既然就交在台湾2个党的手上，一个民进党，一个国民党。而且这2个党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就是那种一党之师。当初怎么样？你讲。当初他们在修订那个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就是国会选举，他们就为了这个一党之师，把人家立法委员本来是大选区是港修做那个一小选区2票制有无？立法委员的选区修成这个小选区2票制之后，他把每一个立法委员的选区是不是都修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区块，就好像在选里长一样。那个怎么选，永远不是民进党当选，就是国民党当选。结果咱的国家的未来，因为你的立法院就掌握在民进党的党的手上。没有道理，我就觉得非常没有道理。你讲没关系。可以啊。所以我当时我就对这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台湾真的要有更多的政党。我当时我就认为台湾真的应该要有更多的政党出来关心我们台湾的未来，而不能说把台湾，尤其咱台湾跟人家其他的民主国家不赶快，他们没有一个穷凶恶极的那个罗马底下对面每天底下磨刀想要来杀你，对不对？要来侵占你，人家别的民主国家没有，我们台湾面对的就是一个那种毫无理性的流氓中共，整天都是底下咧磨刀，要随时来侵占我们。那我们像我们这样这么处在一个这么危险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台湾，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只交给国民党跟民进党这2个政党，然后在选立委的时候，永远国会就是他们这2个选？是最近有了一个那个柯文哲出来，才弄了一个民众党，他也在，我跟你讲，他的上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他在区域那个小选区里面，他也没有当选半个，他也是0，他也是靠那个政党不分区的政党票分配那个不分区立委名额才分配的立委，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都觉得非常没有道理。我们是面对了一个这么穷凶恶极的共匪的威胁，我们的未来怎么就是用一个这种立法委员的选举，在中央级的选举就这样永远？你看现在大家很气，就是气国民党跟民众党两个党完全结合起来去听共产党的指挥，把整个立法院、把整个国会搞得乱七八糟了，对不对？完全是听中共
等于就中共代言人在台湾内部执行中共的要把台湾搞乱掉，把台湾整个把它做空掉，然后让中共有机会来台湾侵占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现在金章他一直在守在台派的这个爱台湾的这个立场上，他今天有这个机会出来组这个台美党，组这个台美党，让台湾成为美国一州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理念，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最早我认识那个 David 周老师的时候，跟我讲他30年前就在推动这个理念，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我相信对很多主张成为美国一州的这些过去的前辈，你们在推动这个理念，能够经由台美党把它整个在台湾把它做起来，而且它不仅仅只是在台派里面，它又能够影响到蓝白的这样的基层的很多的这样对台湾前途也是忧心忡忡的这种让它有一个多的一个选择，我相信可以让台湾多一个更实力强大的政党，它不仅仅只在台派，它还可以在蓝白里面都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让台湾有一个这样的政党出来，在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制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啦。就这个可以用轮流用。我刚讲那个是啦，可能很多人没听到，我再讲一次啦，就是说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因为我之前开始批评赖清德嘛，所以他退出了。然后呢，他舍不得又进来，他已经3进3出我的频道，就退订要加订，退订又加订。然后直到我们做了51周这件事情，他才认为说，按这条路是会行，所以他才决定留下来。然后有些人跟我们讲说，我们党名的问题啦，很多人说这个党名的问题，我今天要跟各位解释，我们叫台美党，对吧？英文叫做什么？台湾 Republic Party 嘛，那 Republic 就是共和党的意思。他说你们这样，你们就是直接站对共和党了，那你怎么去推动加入美国51州？这个东西你是误会大了你是误会最大了。我们建党本来的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我们要平衡民进党，他们太左，台湾又没有右派，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右派政党。这个宗旨不会变，为什么？而且当时27号我们表决也是这样子表决的所以这个已经大家经过大家表决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这样子退了几个人了，他跟我争这个事情退了几位嘛。我说你不能这样讲啦，因为这是大会通过的事情。你今天跟我讲你不是你是站对共和党我本来就站对共和党，怎么奇怪的？但是未来我们如果要申请加入美国一州，我们是用中华民国用台湾国去加入的，跟我政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又不是用政党名字去加入美国51州，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故意被人闹呀，想以后已经被我踢出去了我就雷霆失事，我他这个因为我跟他解释了半一个晚上，他解释不清楚嘛，我就把他踢了。所以我也跟各位解释一下台湾本来就应该有左右政党你民进党你们就是民主党了，我们就是共和党了，只有左右执政，这个才是一个国家正常的。所以我们刚好现在美国是共和党执政，最适合我们这样的团队起来嘛。而且我们有路可以去跟共和党沟通嘛，去跟川普沟通嘛。所以我这个，而且在台湾申请政党只要中文就好了，不需要英文。这个英文只是我们要给美国人看的。所以我们现在我的预估啦，共和党可能继续执政10年不太会有问题，不太会有问题。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用嘛，对吧？如果说哪一天真的要去申请了，我们是用国家名义去申请，又不是我政党，所以大概这个代志这个事你真的内心可以放下来，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我跟大家分享我前2天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突然看到一个美国的网红他是讲英文的美国的网红，他自己跑去美国，他就在美国嘛，然后他在美国那个大街小巷去访问美国人他说最近台湾有人在推动台湾要加入美国成为一州，你是身为美国人，你觉得同不同意？各位去那个YouTube 上去找看看我有把那个链接抛在那个群里面，那个台
台美党的那个群里面，就廖董那个群里面，各位可以去看看，很有意思。竟然有一个美国的网红，他自己就美国人哦，他自己就在做这个访问，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台湾有人在筹组这个事情啊，应该就是看到我们廖董在推动吧。然后他访问的美国人都说好啊，哦，这个是台积电的那个台湾，都说好啊，真的，我就觉得很好，很有意思啊。你来讲台湾就是台积电的一些国家没有人会说不好了。早期是人讲在讲啊，台湾里头啊，做苹果手机机，让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不用讲，这样讲台积电就知道了哈。所以讲然后台湾有这样的什么，台湾有这样的那个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事了哈，好不好？还有，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我们说台湾哈，各位你看哦，咱过去哦，你看台湾这个地方过去在最早的时候是西班牙吧，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荷兰然后再来就郑成功，然后再来是那个日本。所以说实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住在这里的这样的乡亲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不一定说我们就一定要台湾建国，或是我们就一定要是在虽然现在国体叫做中华民国嘛，我们就一定要像那个什么那个非要说是中华民国。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格局放得更大一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看，从多少年前民进党他们推动台湾要成立一个台湾国，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台湾人，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说就一定要只有一个选择嘛，我们要让台湾有更多的选项，尤其我们现在要面向全世界，对不？尤其现在你看，整个这个世界局势其实又走到了有点冷战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对不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对抗这个共产集权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有在这个时机点上，在西方自由民主在对抗中共的这种集权，这个专制的体制，我们这个时候多出一个选项，我们能够主张我们愿意成为美国的一州，加入这个西方民主阵容里面，我觉得也是很好啦。这个没有什么，我们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嘛，所以大家来做啊，这种理念就是大家能接受，这个台美党肯定就会壮大起来嘛。那我刚刚很恭喜廖董的讲，廖董你真的有够厉害。我跟你组党的时候，我刚才要找那100个发起人，你知道我找到多辛苦呢？没想到你27号你刚才凊彩画画的，哇，这些人去，真正去拢是非常认同这个理念的，那个都是叫做志同道合，真正不简单啊！我就说，你这个这么好的开始，我觉得台美党应该是未来在台湾会是举足轻重啊。好，那个谁，那个提拉胡，他是我们大时代会员，他提出来秘书长，我们正港台湾人就欣赏你们这支正南军你们的骨气是长在骨子里的，期待你们班师回南京，解救还能救的中国人对了，对 ，OK， 还有0800-150块等一谢。Hello， 廖董、陈秘书及各位，有人在网络上流传，据不具名人士透露，美国 CIA 会公布国共合作近10到20年来所有相关重要机密文件资料，如果是真的，那血流成河了，等着吃瓜好看。因为我已经工作这边了这个东西台湾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安，因为美国跟台湾全部是以国内法嘛，国内法来规范台湾，所以台湾的这些亲共人士对美国也是个威胁。而且你现在在挡美国的军购，1.25兆，那是大代志，你知道？所以我一直说，所以那个军购是我不太讲，因为我知道这个让美国去出手。我跟你讲啦，不要傻 ，CIA 随时就来弄你了啦。CIA 怎么弄你？你们自己知道 CIA 手段有多残忍，你们猜吗？是说我觉得很好笑。所以我们题目就讲了嘛，51周后这些退将匪谍将被美国用叛国罪论处嘛。所以这样子我没有很在意，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哈。还有这个叫马蒂六啦，马蒂
他30块懂了，他说只要能结束代管统治，加入美国就 OK。那但塔山你之前批评其他小党，为何你就能成功？台联也是右派，有考虑合作，我当然有考虑啊，我有考虑跟任何人合作，好不好？我已经说过，任何人只要他反共我就合作。但是而且我们甚至我昨天不是讲吗？我们要招降纳叛吗？我们政党成立之后，你地方的势力没有被国民党提名的，没有被民进党提名的，都欢迎来到我的政党啊！我要吸收这些人，但是我们会有考核机制哦。如果你有前科，如果你什么黑道，那我是不要的，因为我们不要走民众党的后部，让我给罗被讲啊！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了。我批评现在什么小党？我批评是谁？我批评的是说，是这些小党。我只批评激进党啊，其他我没有批评了，因为今天我跟他很熟嘛，我是因为他们很熟，我不是批评他的路线，而是我批评他们的做法。因就是一定哦，从法国回来的每个人都觉得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我来动哦，你们不能进我的党，你们不能入我的党，这光这些臭西郎哟。虽然我跟陈奕迅很好啦，但我就笑他嘛，他们说，这个是陈奕迅后期就这样做，我不管了，不管是王新欢还是陈奕迅，跟我没关系啦。我只笑你们，谁敢想那种人讲我政党把自己觉得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哦，你们这些不要加入我啊！不怪我们家讲，本来3-4%的政党票后面存0.69%，我是批评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们的，因为激进党他也是台派，我干嘛要批评他？只是因为大家太熟了哈，讲一瓜让朋友们听一下说为什么会失败，党应该是往上冲了，什么砰突然掉下来了，我跟你讲，那种盖起车我也不骗你，就任何事情。你已经冲到那个程度了，都有补助金的时候了，你居然还会往下掉，对吧？你超过3%的人，干嘛存0.69%？一定有某些问题存在嘛。所以我们是等于是对朋友他妈的一些警惕而已啦，砥砺而已啦，不是在批评啦。台联党一来跟我合作，我当然愿意啊，非常非常愿意，好不好？我就说那个杨宪宏要带我们去跟阿扁认识嘛，我也愿意啊，只要能够怎么统合的能量，我们都愿意统合啊，就是这个都不影响我们党的政策。我们有一些结盟的有党，那我们跟陈凯丽他们结盟那么久了，难道他们要回师南京，我要跟他去回去吗？当然不是嘛，他走我们的互相友军，这叫友军，你知道吗？对啊，我们是分进合集啊，相互帮忙啊，要弄清楚了，不要老脑子那么硬了。我刚才讲到电话，你是不是去中国中国都不是我的所在，我去中国干什么？好不好？还有这个台湾 good 30块懂了，谢谢。请问廖董，乌克兰预入北约，俄罗斯就出兵了，台湾预入美国，中国出兵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出兵了，所以为什么是这个时候？那我就问你啊，高市长呢？这个时候把共产党呛个叫多声，为什么共产党演习一下呢？表演一下就走了，就退了？这2天的台海不是演习很大，共产党没有能力打你了，因为全世界已经看透他了嘛。共产党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弱的时候哦，你相信我这句话，因为所有的贪污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控的时候。所以军方不愿意打仗嘛，习近平当然有心要把台湾抢回去，但是军方不愿意。我已经讲，军方已经贪得够厉害了哈，他们就说啊，恁别贪污，他妈好，我最光的是要贪污诶，我贪污好，你叫我打仗，我就整个都破掉了。我，比如我10台坦克，我是有1台能动啊，我平时用这台出来表演啦，那9台都零件被我卖完了，你现在突然要带我打仗，我不就全部破光吗？所以他会做奋力一击。是吧？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在那讲，因为中国内部给我们的讯息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台湾加入美国，我都加入美国，他还敢打吗？我叫加入美国就是让他不敢打嘛。如果你台独，中国现在很弱，你台独，中国可能哪里没办法。过几年他如果说习近平倒了哈，换了一个胡春华上来，励精图治啊，他国力又上升了，他又来找你麻烦了。因为共产党全国被教育成什么？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共产党有能力，他一定这个话题他不会放的。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走，进入美国51州。这个是我整个论述的基础嘛？为什么你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呢？表示你都没听我讲啊。我来讲一下哈。中共，我跟你讲，他说他最忌讳的就是台湾要主张独立建国嘛。
然后民进党从三十几年前从党外到执政，到在野又执政，到今天多少民进党的支持者，多少台派，不就这30-40年来都主张我们要台湾建国嘛？甚至说实在，民进党在执政的期间，那个虽然我们国体叫中华民国，事实上中华民国是已经拿到冰箱里面去冰起来了嘛，对吧？我们开口闭口都是讲台湾政府，台湾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其实已经形式上我们就是台湾国。中共难道他是脑子进水吗？他看不出来吗？他怎么没打你？我就跟你讲，中共就是个纸老虎。好，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是因为它是个黑帮嘛，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它也不是正常的一个国家，就是一群黑道的黑帮。然后自己黑帮里面还分好几个派系，每天在那边斗来斗去。他们黑帮里面是只要掌握权力就想尽办法捞钱，然后把钱拿到瑞士银行去存，拿到美国去存，就是一群这种欧罗巴贼的人。他怎么会有能力打台湾？我就举个例子，最近的习近平不是把他们一个叫做火箭军，火箭军就是飞弹部队嘛。那个编制是习近平本来是认为说，哇，编制这个是给最多的经费、最多的科技人员嘛，然后弄那个飞弹要准备要射向台湾的，结果人家美国不是给他，我就跟你讲，廖董刚刚在讲那个美国 CIA 那个真太厉害，我待会再讲一个案例给大家听。那个美国 CIA 不是就看习近平，你真的是真的看你真的就是草包一个，你的火箭军已经腐败到什么地步你都不知道，所以美国真的是看不下去，美国帮他，美国就给他公布一个习近平认为他最伟大的那个火箭军，美国就给他公布一个火箭军，从火箭军的总司令到火箭军这个军团的伙房都是厨房来的一个小兵的姓名，他把它全部公布出来，你们的飞弹哪一颗放在哪里，那个纬度精度是多少，你们哪一颗你们哪一个飞弹的那个连队在哪里，他把你公布得一清二楚。然后美国还偷偷跟习近平讲，你赶快去检查一下你们的飞弹，你们飞弹那个平常没有发射嘛，那个飞弹不是要装填那个火药吗？对不对？去看他们贪污到什么地步，飞弹还没有发射，那个火药里面装填都不是火药，都是水，弄水啊。结果习近平才发现说，原来火箭军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有没有？前阵子不是习近平就把火箭军整个军都灭掉，从总司令全部了，然后才真的去检查，真的因为飞弹有无？那内底本来对着要打台湾的那些每一颗飞弹去仔细的检查，里面填充的都不是火药，都是水，弄贪污，都贪污光了。你告诉我这怎么打？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体制内的大陆体制内的同仁跟我们讲了嘛，爆料的嘛，中共这一次军舰围台，根本那是要做好因内部因遐支持共产党遐小粉红五毛兴奋呢，对不？因为中共这个家己内部已经经济崩溃到凄惨落魄啊，伊足惊迄老百姓拢无钱嘛，拢失业嘛，惊因那个起来反叛你啦，你知道吗？起来造反啦，所以一定要赶快弄，又拿一个台独什么打台独来在我们台湾周围去那边故意去弄一下，然后这个事情他又怕美国误会，还事先跟美国说了，说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我是为了我内部的稳定，我没斗我一定要表演者。你看一个这种黑帮活到这种程度，你看可不可恶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掉？为什么一定要让大陆民主化？对不对？一个这种流氓地痞就永远在台湾对面在那边但是你说他很弱，但是他又有一个优势，因为他占了一块很大的地，他管理的很多的人。我跟你讲，这个毕竟那个地那么大，资源一定有的嘛，对吧？他真的要每天，好比说我们每天跟他要在这里对抗
我们台湾地比较小，我们人员比较少，我们毕竟资源一定是比较有限的。他那么大一块地，你真的要长期跟他这边对抗来对抗去，立马是就忝的啦，对吧？所以复国党一直主张嘛，就是把它给推翻掉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返回了，一直在这边讲了，我就问你了哈，你说你们围了台湾了，你们围了台湾，那围出什么来了？台湾的股票没有影响啊，对呀、台湾的生活没有影响，台积电还台湾的最高，对你知道台湾现在股票几点了吗？对啊，28,900点，快3万点了，老大。在今天你们围了台湾，哦，好厉害，把台湾围起来了，结果台湾股票冲上历史新高。对呀、所以有时候不要给自己丢脸，你要多看看这个事。你既然翻墙出来，就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那个只是你们自己什么大内宣在用的，台湾没有人在怕你。我已经讲了，如果你这个军演是有效军演哈，最紧张的是川普啦，川普早就把他妈这几个航母战斗群派来了啦，对吧？台湾股票早就跌得稀里哗啦了，结果没有，台湾股票创新高。川普说啊，没啦，不要紧啦，那个没关系，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啦，你就知道这是表演给你们内部看的。你怎么都已经自己不要傻傻的，你都已经翻墙出来还这样子，奇怪，你知道吗？聪明一点好不好？聪明一点，不要说我们在欺负你，是你自己那个脑袋要灵光一点，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医学上有一个精神病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简单讲一下，为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那个瑞士还瑞典不是他们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嘛？就是在很多年前，那个他们瑞典那个城市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发生一个银行抢案，你知道那个匪徒把那个银行里面的顾客、银行的职员通通绑架起来，然后就跟那个警察在外面这样对峙了好几天，然后在对峙的过程中，在被他银行里面绑架的这些顾客跟银行的行员呢，就跟歹徒每天在银行里面就这样相处很多天嘛，可能有1个多礼拜吧。然后最后呢，跟警方谈判，最后歹徒就投降了，就这样，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接着是不是歹徒就要开庭审判，对不对？然后这个法官就突然发现说，奇怪，那个被他绑架的那些，不要太近，被他绑架的那些顾客怎么到法院去都替那个歹徒说好话甚至还有那个被他绑架的女的顾客银行的女的行员还爱上了那个绑匪啊，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如果换成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就有心理学家去研究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毕竟我被你绑架，被你关在一个银行里面一个密闭空间这样好几天，怎么应该我很恨你才对啊？怎么我会替你讲话，甚至还爱上你？研究的结果就发现人的有一种心理的那种情节，就是说你如果被一个人不断的用鞭子抽打你但是这个他只是把你关在一个空间里面，不断的抽打你，不断的骂你，你到最后你不会恨他，你会爱上他，而且你会适应他，你最后会跟他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你会变得你有一种叫做被虐待狂啊。大陆很多所谓小粉红啦，那个五毛啦，支持共产党的那些人我跟你讲，他们就都是患了非常严重的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因为共产党非常懂得把那个大陆像一个铁幕一样，把那个网路全部用防火墙把它圈起来，对不对？然后他把大陆民众从小就让他活在一个洗脑教育里面，对不对？中共讲的每一句话通通是谎言，从婴儿出生，中共给大陆的老百姓的教育都是他精心编制过的那一套谎言，所以呢，大陆老百姓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后就被明明中共是一个恶棍，是一个流氓，然后最后他们就爱上了这个恶棍。所以你看看最近那个
万恶的那个毛泽东杀了中国人，大概有好几千万、上亿的毛泽东，最近不是生日还是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陆人去膜拜他，哦，还给他庆生，你看了你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有这个斯德哥尔摩这种心理的这种毛病啊，他们就是在长期在被中共的那种防火墙、网络封锁情况下，长期被中共的洗脑之后，他们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真的很可悲啊！这个傻逼，这个是返回说什么？他就叫我算了啦。他说省口气啊，听我一句劝没用的，你连上街都不敢。哎，我什么时候上街都不敢？我连越南都刚回来哎，我上个月才去越南嘞，我去年还去菲律宾呢。我东南亚这些都是你们的势力范围，我都敢去有什么？我去越南之前我还公开讲我要去越南哦，而且我是北越哦，河内哦。河内离中国距离才100公里而已哦，我去之前我都在公告我要去越南了，是吧？我怕你什么？笑死人！我在中国就跟你搞反共，我在中国就不怕，我在台湾更不怕啊、哦！你要污蔑我没关系，讲一些有一点意义的嘛。我什么时候连上街都不敢？神经病！这种话都像这种都是什么一辈子在山沟沟里，他们家住山沟沟里还没有出，这辈子可能没有走出过他们村子口了。你先走出村子口，再看世界，好不好？不跟你说了哈。哎，白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我没有什么不敢的，因为这个是趋势的。为什么我们开始讲51州之后，哈，哎，连美国人，就连斯坦啦，还有美国人，其实很多人就好像动起来了，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这上海有一个在美国那个叫什么忘了，他们也都在讲，现在讲51州不是只有我们在讲哦，我们一推出来之后。铺天盖地讲了已经很多了哦，越来越多了嘛，那表示什么？他是讲对了，他讲对，说我已经一再的讲，没有什么不可能。昨天我还专题做一集，到底51州可不可行？我就可以跟你讲，当川普开始讲格陵兰，开始讲加拿大的时候，他就是在隐喻我要台湾。我跟你讲啊，你要格陵兰干什么？当然格陵兰跟加拿大有价值的，但那都是经济价值，那个是小价值。台湾是可以帮助美国百年腾飞啊！美国现在股票还在涨，靠什么？靠 AI 呀、啊！如果美国现在不是有 AI 股啦，美国它涨个屁啊，它涨得上去啊！但是 AI 股一定是靠台湾晶片的供应嘛，所以台湾现在是美国的什么救星哎！美国的参政人员有很多人讲说台湾是美国的救星，就这样一个救星，把救星纳入自己家里人，这个是他最好的策略啊！而且我就跟你讲。美国只要牵涉到他的国安的问题，你放心啊，他出手一定比谁都狠辣的哈。委内瑞拉你就知道了哈，他就敢干你啊，敢打你啊，发动战争他无所谓啊。美国当年为了得到德州啊，为了得到德州，他是跟墨西哥干了一架。当然墨西哥跟美国不能比嘛，所以墨西哥被美国打趴了嘛，他把德州抢回来嘛。美国霸权的叫 gay 啊，我一直讲美国是霸权啊。美国是王道的霸权，所以他用美军跟美金共同来营造这个国际的什么的霸权，他是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条线的，是吧？而且我们台积电产生的什么所有的伺服器，所有的什么晶片，会巩固美元的什么国际的价值嘛？所以他得到台湾简直是是吧？全世界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什么的功能嘛？不光是晶片可以什么，可以用台湾的晶片，而且可以让什么它的美元的什么国际霸权更加巩固。美国快要找不到可以巩固它美元的霸权的东西啊，因为石油美元已经慢慢的不重要了嘛。这个世界越来越什么绿色能源这么多，其实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沙漠把它放满了什么，放满了太阳能的话，地球都不用其他的发电方式了。只要太阳能，可是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因为它日有阴晴圆缺嘛，万一那天阴天，全世界停电啦、所以也就是说，这些绿电不管是风电还是太阳能，它如果搭配好的储电的技术之后，其实世界什么能源都不需要用哦，就风电跟太阳能绝对足够，因为全世界那个什么，全世界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楼顶都可以弄嘛。甚至什么山上很多都可以弄嘛，沙漠都可以弄嘛，都可以放光电板嘛。
所以就储能的东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也说只靠石油能源，美国知道说这个很快就没有那个意义了，你知道？现在刚好有一个台湾崛起嘛，对，全世界现在花在最多钱，中国以前进口晶片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还要高几倍，全世界已经都是这样了。所以全世界到美国得到台湾之后，规定全世界就只能用美元来买晶片，这个美元的价值比石油更能巩固它嘛。所以我们把所有对美国的好处讲出来，美国比你还懂，美国的智库研究的比你还清楚。唯一他没有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中国嘛，所以他只能先把中国打趴了之后，美国做什么事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就把台湾收为美国59，他一点顾忌都没有。所以美国正在干这个事嘛，不然为什么有贸易战？贸易战就是这样来的嘛。可是毕竟中国是世界第2大强权，你要知道哈，第2大。所以这个老大跟老二的斗争没有你想的那么白刀的进红刀的出，它一定是很细腻的水润无形之间的斗争嘛，这样才是世界两大超强的竞争嘛。所以美国跟俄罗斯苏联当时也不是拿刀拿枪砍的，是用经济把你拖垮了。他经济拖垮你一定要一段时间嘛。所以你看我从川普开始到今天才多少？川普开始搞中国到今天才不到10年呢，够呀。对不对？川普第1任开始嘛，而且不是第1任就开始搞哦，也就是说，其实川普开始搞中国经济到今天大概6年到7年而已，就已经把中国搞得现在民生凋敝了嘛，对不对？妈，你讲你外搞，你多厉害，你们中国多厉害，结果呢，美国呢搞你6年你就垮掉了嘛，美国扶持你那么多年你都不说，他6年就把你搞垮了，你有什么能耐？是不是？那美国还会继续嘛？这个还会继续，放心好了。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共这个暴政必亡哈，其实它是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就天地之间冥冥之中就是有一个循环啦，就是说共产主义这种独裁集权的这种体制哈，他们从成立开始，他们开始用这种模式去经营他那一个体制呢。中共呢，你看哦，他从毛泽东他们开始。最后毛泽东死的时候，那个大陆真的是已经崩溃掉了，本来那个时候就要灭亡了，你知道吗？结果来一个邓小平就说：“哎，不行啊，这马上都民生凋敝掉啊，这个所有人都已经惨不忍睹了，那这个共产党肯定要亡了嘛，所以他才去说那走什么？说难听一点，共产党在邓小平的时候就是走了一个市场经济嘛，他们美其名不好意思说我们去学美国那个市场经济，我们叫做社会主义，下面挖格下面经济，对吧？好，他就引进了所有海外的这些外资嘛，然后给你们开放一个市场经济。其实我跟你讲啦，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能够把一个社会整个活络起来嘛。但是我告诉你，因为它是一个集权专制的那种思维，你只有市场是开放的，结果你的政治是那种专制的，所以他也是玩不下去。所以他虽然那个时候赚到钱，然后接着因为政治是一个固化，是个专制集权嘛，没有任何制衡，没有任何就是一群那种欧罗巴贼的黑帮在那边乱玩。结果他们就把赚到的钱，我跟你讲，过去10几年来，我告诉你为什么共产党必败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们赚到钱之后，他们不会治理嘛，他也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什么房地产、基础建设跟地方政府，拿着钱的乱花，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要求那个中央那个中南海要求他们每个地方政府你要每年要缴你的那个成绩单来嘛，所以他们就要去到处。人家外资来啊，外来的投资的钱，一定要提去做那个基础建设嘛，所以就是在房地产、在基础建设、地方政府的财政，最后这3个给他搞了几十年之后，我跟你讲，房地产现在负债是400万亿，基础建设钱花到基础建设，结果起什么铁路啦，起什么大桥啦。都不符合那经济效益，都乱起嘛，
它有那个地铁站去里荒郊野外哦，那个你上来哦，看到四面全部都是农田，也是一个那个地铁站的出口啦，就是这样乱搞。然后基础建设现在负债300万亿，地方政府财务呢负债200万亿，所以它整个规个拢无钱啊，拢倒去啊。它很多地方的政府的那个公务人员已经有3到6个月，甚至有人长达1年都没有领到薪水，你相信吗？所以中共的这种体制呢，在这个历史的循环里面，它必然会倒台的。你看，从这个历史来看，罗马尼亚这个独裁者，对不对？到最近的这个孟加拉，到最近的尼泊尔，这个都是共产主义的独裁者啊。还有普京这个俄罗斯，对不对？他虽然苏联解体了，这个普京他其实他玩的那一套也是共产党的那种独裁的那种体制嘛，现在也玩不下去了。所以我跟你讲，中共呢这种模式呢，它不会长久的。所以我们台湾只要我们能够跟美国真的好好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讲到这个，你说我们台湾可不可以有一个声音说我们要争取成为美国一州？当然可以啊，因为时代在变了，局势在变，对吧？过去可能美国历届的总统这样，还有当时是西方民主国家都还在挹注在帮助那个大陆中共的经济发展，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说，我们成为美国一州，感受不到那样的一个自由西方民主跟共产集权对抗的那个氛围，对吧？所以我们来讲这个可能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冲击感，但是现在局势在变，世界的形势在变，我跟你讲，走到今天这个话题正好就是符合了，我认为啦，就符合了美国的最大的利益。政治是很现实的啦，你看川普总统起来，他就说啥？那个格陵兰，我想把它收为我的一州。你那个加拿大规刚在我旁边，欧罗不贼对吧？还给我你加拿大抽我美国人的税是抽得很高的呢，然后我美国还要国防上还要去保护你加拿大，我的神经病，你干脆成为我的一州。你想想看，川普念之在之都在想你来成为我一州。那我跟你讲，美国在亚洲就太平洋中间，它有一个地方叫关岛，对不对？但是关岛太小了，关岛那里也没什么生产的经济的价值。如果美国能够在亚洲，就在菲律宾、日本这一条这一第一岛链上，它有一个它的一个领土，一州。我问你啊，以川普现在世界又进入这种对抗的这种形势下，他怎么不要？这肯定要啦。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个美国网红去做那个街头访问嘛？那么多美国人都说好啊好啊，台湾加入美国，大家都同意啊。所以说呢，台湾成为美国一州将是美国最大的国安的一个重大议题，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没有，如果第一岛链的最前沿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我跟你讲，这一辈子中国就垮了，中国再也没有起来的可能了，因为你的出海已经被控制住了。台湾控制整个中国的出海，你知道吗？甚至整个台湾海峡。你说，我们要把你围住。这个就是没有读书人在讲，你把台湾海峡围住，然后你自己的货不用进口吗？想想看，当年中国跟日本抗战的时候，中国所有的路都被日本封死了它有个美国用驼峰航线，对不对？用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跟你做补给耶。所以美国这种国家，我跟你讲，他办法多的是讲，你们所谓的封锁，如果有用，你早就用了。所以我就问你啊，你如果有用，你不用，那习近平是不是我们的人啊？习近平是不是美国的间谍啊？为什么对美国好了他都做，对中国好了他都不做呢？自己想一想，你不要你讲这些到最后把台湾讲得太差，人民会想说打台湾这么弱，你为什么不打他？习近平是跟台湾有什么勾结？这不然我根本跟我供出来，你就这辈子就没有活路了哈！配了球2块钱澳币斗那些，恳请护国党继续用论述来吸引正南军加入该党。正南军目前没有出路，就在最好的时机。对啊，
哎，我这个事情我要跟富国党抢了哦，大家都在抢郑南君了，起码郑南君是什么？是宝呢？郑南君是宝呢。我跟你讲，这个台美这个这个富国党跟台美党一点都没有冲突。我讲给大家听，因为富国党其实我跟大家很严肃的报告，富国党其实我们设计的就是给中国人加入的政党啊，就是我们要结合大陆、海外、台湾认同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能够凝聚在这个政党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共给推翻掉，我们要把大陆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化，就是当时1912年大陆的中国人他们成立了推翻满清，成立了那个中华民国。那个中华民国没有灭亡啊，他现在在台湾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旧金山合约我跟大家讲哦，旧金山合约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论述哦，这个大家都不要再去争论，都不要再去讨论旧金山合约就是美国是2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战胜国，他最后在旧金山合约，美国的那个杜勒斯呢，他主导了这个旧金山合约，他就是最后他把台湾的地位是未定的，因为你日本把台湾澎湖这个主权丢出来之后，我们再以最后的这个旧金山合约来作为对台湾澎湖的这个位阶这个地位呢，做了一个最后拍板，就是现在地位未定。所以你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我跟你讲，虽然我们非常拥护中华民国，我们要在大陆恢复中华民国，所以我们认真读了旧金山合约，我们也要去尊重这个历史啦，不能自己自己想啊，我们也要认真的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真的就是当时来到台湾就是代管这个台湾跟澎湖。那金门马祖当然就是中华民国领土，没有争议，对不对？从他建国以来，那个地方就一直是他的领土嘛，也没有被共产党占领过嘛，那台湾澎湖，中华民国来到这里只是来这边治理，他只有那个治理权他并没有拥有那个主权。我们按这个旧金山合约，历史的事实，这个国际的合约，我们要凭良心讲，就这样。所以我们富国党其实我们念之在之，我们几乎99%的心力，我们都放在大陆的反共的力量的运作，反共力量、反共组织，我们的党部的一个团结大陆反共的这些我们的中国人呢，我们的着重点在这里，我们最后我们要把中共给解体掉，我们把中华民国恢复起来。那中华民国在台湾，它本来按旧金山合约，它就是只有在这里治理权。公他派那里，他就是来这边，圣龙借居在这个地方嘛，对吧？他也该回到他自己的家去嘛。那他自己的家当时就在大陆推翻满清，创建了中华民国嘛。所以他回去，我觉得讲一句话也算是落叶归根嘛，也算是那个重返家园嘛，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所以跟台美推动台湾成为美国一州，我觉得这完全都没有任何冲突。然后我们富国党也会乐于，因为我们是正蓝军嘛，我们也会乐于去跟蓝军的蓝营的在基层了这么多的所谓外省人啦，什么要底下的西支持国民党一定的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好好讲，对不对？台湾的未来是有很多选项的，加入美国一州其实是对台湾，最起码在我来想是对台湾是最好的啦。好啦，现在他们是讲一个笑话啦，就是说未来可能中共不会再打压台独了，为什么？对，因为他讲说与其让你去加入美国51州，不如让你台独啊！这种话你不要开玩笑，所以独派人不要把我当敌人，好不好？我是独派人出来的，我只是进阶了，我不是反对台独。我说我们有更好的出路，有更好的出路，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坚持台独呢？所以我很希望所有台独的朋友都来靠到我们这个51州的论述来，这个能量才会变大，而且这个
让重新整合台湾人，不要再被蔡英文的什么中华民国台湾啊，一句话就给你骗个公公死哦。所以台派的人，台独是被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吃掉哦。但是其实你最后都发现，这是无效论述嘛，这都是无全部录音，对你有什么？对你台独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嘛。那既然这样，加入我们51州嘛，所以我都希望说蓝营了哈，只要反共蓝营都加入我们了。蓝白绿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是一个对台湾唯一真正的有可行性评估的一个论述，我认为唯一有效的论述，其他的都是在骗人的哈。所以说，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说不再打压？我觉得很有可能哦，不再打压台独有可能哦，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说，你这个加入美国51州，看样子是会成啊，看什么？那我就放出一个说，我同意你台独。让我们台独跟51州再打一仗啊，再打一架，这个是他们的嘛分化的最好的办法啊。所以，但台湾人爱自己心肝俩灾了哈，心头俩灾。最近还有个说法，这是我们大陆那个是那个大陆沦陷区讲给我听的。他说：“秘书长，我跟你讲哦，那个廖董他们在推那个台美党加入美国成为1州哈，他说。”你要注意哦，那个中共他可能到最后他会发现哦，如果这个加入美国1州这个声量太高的话，他又会很怕台湾就成为美国的一个领土1州的话，那对他是更大的威胁。他最后他会同意台湾独立成为台湾国哦，然后他紧紧抓住这个台湾国哦。他说你要叫我跟那个廖总讲，我是还没跟他讲啦。我本来今天这个直播网我要跟他讲了，你看我还没讲他就讲了。这是我们大陆沦陷区的那个我们复国党的同仁体制内的，他跟我讲了，叫我要提醒他啊。我说这样很好啊，这样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这样也算是对台派有一些坚持要台湾独立的那些朋友有一个交代嘛。你不要担心啊，反而廖总推动这个。对你是一个帮助说不定对吧？你说中共可不可能会这样想？真的有可能哦，你不要世界没什么不可能的代志嘛，对不？一两权这两权衡量之后，一发现啊，规矩台湾独立对不？台湾国在我边我永远给抓掉咧哦，因为台商拢来台湾做生意，我拢会使给抓掉咧哦，安尼伊也变做美国一个1州啊，我。靠背都嗨啊，对不？这个他就弄不住啦，他会去想呢。你不要说不可能哦。对啊，恩雅派谢谢，感谢恩雅。恩雅现在是我们那个后制的朋友哈。他说我一开始是建国派，后来看清台独没有路，听到廖董加入美国，我心中燃起希望，很开心。我的母亲故乡台湾能回归美国怀抱，因为恩雅她现在在美国生活哦，她是一个在美国，所以我们。咱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真的是全世界的哦，这个力量是很那个的。还有啦，我是跟复国党讲一件事，你们可能有些事情可能还不知道哈。对，其实你们更应该去整个谁，你知道吗？整满洲建国的。对，满洲建国在世界是有声量，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而且他们是真的愿意这样做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满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满洲。就是东北嘛，东北跟台湾一样，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所以呢，为什么什么？中共窃据大陆之后，为什么把满洲把东北那叫东北叫共和国长子嘛？所以让东北的资源全部被南方，然后就这些省把它吸干了嘛。吸到最后，中共没有想过要去建设东北，为什么？如果让你东北再回到当年的那个户数的话。回到日本时代的复述的话，你们东北是要独立的，你们东北跟台湾人是要独立的。所以现在其实如果要搞中共内部了哈，我认为啦，最强的能量应该是在什么？你们复国党啊，跟满洲军哦，满洲全世界是有军队的哦，他们已经在组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哦，跟你们建议一下。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个满洲其实复国党已经2年前我们就都跟他们在一起都讨论过了哈。他们曾经在2024年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他们也有组一个团来台湾嘛，我们有私下跟他们座谈过。其实是这样，满洲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在
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是扶植那个溥仪回到那个东北去，成立了一个满洲国啦，哈，不要叫人家伪满洲国，哈，叫他尊重他啦，叫满洲国，对，结果他们现在就有一票人，他们认为，这个复国党都可以复国了，我们满洲国也可以复国啊！我真的跟大家讲，我认为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声音，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热络的在到处在讨论这个，他们要满洲国复国，那他们有一位非常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一个女士叫盛雪，现在住在加拿大这个我们也跟她都有交流，而且盛雪的阿公还是当时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他还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我们在下面挖个官员做大的官员，然后盛雪的阿公还有到民国38年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他还有来台湾他跟着那个中华民国来台湾，他还担任那个台中的东海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还是经济系系主任所以我曾经跟盛雪讲过，我说你自己阿公都是中华民国的官员，你哪会去推动这个满洲国的复国那当然这个理念各有不同啦，我们都要尊重。所以复国党在10月2号不是在圆山大饭店召开3天的那个世界反共大会吗？当时我们就邀请了蒙古的，你知道大陆现在有外蒙古嘛？那个叫蒙古国，还有一个内蒙古内蒙古他们也要独立有内蒙古的独立的代表，还有新疆、西藏的我们都邀请他们到圆山来开会，我们私下都有座谈。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啦，就是说大家面对的是那个独裁集权专制最万恶的那个共匪，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大家都先把各自的主张先放在旁边，我们大家先团结起来，先把中共推翻之后那我们大家可以选择在台湾，然后我们来这边，大家来这边聚会，然后好好的讨论要到底要你们的主张，我们要可以怎么样来做，总是用一个自由民主的方式嘛那大家那一次在圆山饭店的那个会议呢，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没有必要说非要我的主张就一定硬要主张到底啦大家都可以就等于先坐下来，大家都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去讨论啦，所以大家都有那个格局。所以这个满洲国我们也都跟他们有交流过。我相信现在就是各自努力嘛然后复国党也从来我们也不想说我们要去统领所有别人让大家都听我们从来都不想这么想。我们认为大家各自努力，然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努力把中共推翻之后，大家再来好好讨论要怎么做。甚至我跟你讲啦，有一天真的走到那一天，中共倒台了，就像苏联解体之后，台湾如果还没有加入美国成为一州，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也会邀台美党的当时的党主席，或是台美党所有重要干部，我们也一起来讨论看看怎么样可以，大陆台湾毕竟离得很近嘛，我们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合作，让两边都是民主化的那种方式呢？怎么样大家可以一起再往下走？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格局放得无限的宽广，让大家都可以保有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的主张，然后最后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讨论对啊，是安尼讲嘛，所以我说嘛，是现在全中国现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嘛。对啊，中国现在真的是四处开花，而且全中国的人的生活已经陷入最大的困境。这个是中国本来叫王朝崩塌之前都有这个现象嘛，所以后面就是说，真的是我为什么跟复国党走那么近？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有机会。这个是在中国这个时候唯一比较有号召力的。为什么那个谁为什么袁弘彬为什么会在台湾找到复国党他会那么高兴？他们在世界反共都是无根的浮萍我跟你讲，他们都是无根的浮萍，在世界各国怎样反都没用，他回到台湾找到一个真正反共的政党，这个才是落地生根
所以我就说富国党能量不在台湾，在海外，在中国。所以我一直跟他做这个节目，一直在跟他共同做节目。我希望靠我的节目能够帮他传播出去嘛，对啊，让全世界的华人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嘛。台湾有一个富国党，然后跟袁弘彬这些在中国有能量人已经在结合了嘛，慢慢要成立富国军了嘛这几港在一件一件，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帮忙他们嘛，也是帮忙他们就帮忙我们嘛，因为我们帮忙他们。把中国最大的一个敌人给消灭掉，对我们台湾是最好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安心的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你只要有在做，你有在走，有在做，它就有好处嘛。所以你看，但我们要怎么要进入美国，我去做的时候，中国可能说我同意你台独咯。这个不对，这个的就好糗了，就喝酒哦，这个真的是。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因为真的，他最头痛就是我们这些人进入美国，没错。以前小粉红很少进了我们这里啊，现在小粉红到处在我，而且留言，尤其是留言最多，留言都小粉红，我是都去把它删掉，因为那个看着最恶心了。以前是没有的，为什么51州让共产党怕吓到，你知道吗？以前叫没盖，这个代志只要懂外交人都知道，川普有这个心，美国有这个需要，台湾也有这个需要，两个都是。就像两个情侣嘛，互相意爱嘛，就互相意爱啦。那双方家长也同意嘛，他为什么不结婚？就旁边一个土匪在说你们敢结婚我就打你们。其实我们是美女嫁给美国，美国能量比中国大嘛，你敢打我，你美国一下就把你干死了嘛，就这个道理而且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咱去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玩哦。你想想看哦，我说我们那个。大陆的那个同仁跟我这么讲嘛，叫我要找时间跟廖董讲一下。那个共匪他后来发现说，你们这样一直推动要加入美国，这个还得了啊，对吧？变成台湾就在大陆那么近的地方，变成是美国的一块领土，就好像关岛搬到了台湾来，还得了啊？美国是世界多么强大的一个军事强国。所以他想想安尼袂使，佮归去，伊竟然通知民进党赖总统，恁会使独立啦，恁会竟然宣布独立，我们全部同意你。我们以前跟大陆老百姓整天洗脑，什么要反台独啦，分裂那个什么中华慢慢挖个小领土啊，没关系，我们很快又可以把它洗回来了，他们都是韭菜啦。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不可能，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变化万千呐。第二点，我这样讲，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廖董他珍惜我这份友谊啊，然后他也都愿意让我每个礼拜三跟他在他的直播来跟大家交流，然后他还愿意这个时间让我来讲富国党啊，讲起来这点我是很感谢，我很感谢他的。第二点，我就认为这样，因为我感觉廖董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看到富国党主张这个中华民国回到大陆，因为他自己在大陆待了20几年，在那边经商，他看遍了大江南北大陆的情况，他知道共产党一定会倒。那共产党倒的话，我跟你讲啦，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反共的团体啦、组织啦，主张都有不一样。看来看去，我跟你讲，就只有主张中华民国恢复的那一股力量，未来会是西方民主国家最愿意帮忙、最愿意在幕后支持的啦。所以现在富国党嘛是捧这个我们台湾乡亲的福气能够让我们在台湾能够成立这个富国党，等于是我们有一个富国的基地嘛，在台湾。所以将来回到大陆民主化、中华民国恢复之后，到时候台美党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成进入美国1周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保证，现在我是富国党的秘书长，其实我是秘书长兼主席啦因为政党法规定迄阵成立大会时你一定要选一个主席啦，所以大家拢熟悉我尔，所以都选我做主席。但是我实际上我伫海外甲伫大陆服务，我遐个东莞我都是以秘书长的身份，所以我就是变成秘书长兼主席啊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保证，如果有到那一天共产党倒台了，中华民国回去了，那我相信8、9不离10，就是富国党一定会是在大陆是个执政党嘛。我一定会跟廖董报告，
台美党的这个理念，如果当时还没有完成，我一定立足在中华民国在大陆的这个民主政府呢。最起码我们这个党如果是执政党，我一定要力推让美国接纳台湾成为一州。我们一定不会反对，最起码我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我跟你讲，旧西兰合约本来就讲了，台湾主权是地位未定，你中华民国就是没有拥有这个主权。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他自己在写的给那个谁的一封信上，他也讲得很明白嘛。这个都是事实，历史的事实，我们都不要再去那个辩论了。所以台湾澎湖本来他就可以选择的，并没有说他一定必须是属于中华民国的，绝对没有这一回事的啦。好了，时间嘛才就要到了哈。我再讲一下了哈。你们很多人在那边故意在跟我洗，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八囧，在那边洗八囧干什么？我跟你讲，我是没有想你们在这样，我把那个事情全部抖出来跟你讲，气死你们！很多我已经跟你讲很多事，你不知道就不要扯了，你不知道很多内幕了，就不要讲那些东西，好不好？讲有一天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但这个话我不会主动去讲了，但是我会让你们知道，有一天你们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好不好？那现在不要讲要得罪很多人，我已经得罪了，我也不怕了。我这辈子不得罪人就是难，我一天不得罪人我很难受，你知道吗？我看这个恩雅，他的今天跟我说，我听你的节目听得很担心，我又得罪谁？我昨天得罪狮子座，得罪当老师的吗？我跟你讲了，士大夫无私交，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只讲真理，我不管，我跟谁都没有交情。对的，我跟谁都没有交情，你只要做错，我跟谁都不要有交情，这个是我的原则。士大夫无私交啊，不要用台湾那种人情世故那一套来绑我，绑不住。对。你绑我绑不掉啦，因为我的个性，我哪可能被这些人绑架嘛？我骨子里就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过，好不好？哈，而且你想想看啦，我总共做了到今天大概2946部影片，那个3000部啊，4年不到做了当然是超过一半以上是短影片了哈。那当然这短影片还是要感谢后制的朋友嘛，因为这个短影片真的穿透力比我这个节目强。对，但是我们大家就是因为这样，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想一点，我一个人呢，我没有文胆哦，我也没什么，就自己，我很多东西都是天外飞来一笔啊。所以我想到2件事，叫天命。我真的想到我这2天在想这件事情。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情哦，成功率都不高。今天我做生意嘛，我们做成功了，那东西在哈。但是我做这个事情，它就很自然。然后很顺畅，我做这个时候没有吐槽过，不管上电视节目或者就我没有吐槽过，我一直相信天命来了。但是各位，什么叫天命迷场？什么叫天命？因为你这些人有一些修行，所以上天看到你，哎，来这个责任交给你。但是你如果一段时间发现你做的不好，你这个天命迷场它不是永远跟着你的哈，他看你做不好，明天就把它转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接到一股天命，做天命不是权利哈，它是义务哦。叫我天命的人就忝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是要你为你的元神修你的元神，为了以后回到天上做修行，这样很辛苦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不光是我有这个天命啦，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接到这个天命了哈。因为做水物件，我在做节目，通常都是讲到一半，那个什么灵感一起过来，然后我就刚讲搞90分钟。我跟我很多朋友说，你还厉害，你没有抄稿，没有什么一天讲90分钟。而且是每天讲，对啊，我们都觉得非常压抑啊，我都觉得非常压抑啊。所以讲各位，这个是天命。所以我觉得今天各位走到我们这里来，对，甚至你愿意出来帮我们做后制，愿意出来做我们组织，比如说我们后面政党的组织，各位，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天命，为了挽救台湾的天命。但是你接到天命，你努力去做，你就永远可以掌握这个天命，永远有这个天命。如果你做到一半哈，那人给呱呱，你这个天命会离开你。也就是说，真的，我们台湾都是有信仰的，我相信我这样讲你能听得懂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表示说，未来这个路会走的你想象不到。我们51州这个政党台美党，它未来的路哦，我认为真的有机会成为什么？跟民进党共同执政，就是2个执政跟在野都是台派的，这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嘛。对，国民党在2届就垮掉了啦，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论述，没有主张，没有最新的支持率只有20%。
对啊，它还会再跌。嗯真理文不死的话，他们还会再跌，我不骗你。那就因为他已经没有主张了，对，你党文在哪里？我讲根本让你的党文你都，没错，你这个政党现在意义在哪里？告诉我，他想不出来，那你反共都没有了，反共被民进党抢走了嘛，所以这个政党一定要垮，只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曾经统治台湾70年过嘛，所以他慢慢垮掉，慢慢垮掉。我跟你讲，民众党接不起来，所以只有我们台美党，各位，如果我们台美党未来从现在开始都走对的路。每一个关键点，我们都走对的路，真的会起来，真的会起来。所以各位，既然有这个机会，所有的朋友走在一起我们要领受这个天命了。这个天命领受这个天命，对台湾对我们个人都好了，好不好？我最后也讲几句话了哈。你知道那个中国有一个盛世的王朝叫做唐朝嘛？唐朝的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啊。这个不是我们读历史，不是都有一个传为美谈的，说李世民这个皇帝，他有一个大纲底下写的叫做他的魏征嘛，就是每天都可以给他最难的那个谏言给他哈，就是每天底下辛苦兵，别人不敢讲的话，他都去给他那个建议。李世民呢，每次都听得非常生气，都很想把他杀了。可是李世民他是一个算是贤君嘛，一直听哇，这个你讲的有道理，虽然我他妈做凶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啦，我们朋友那么多我们都一路在社会打滚我们都养成了一种就是都很市侩气对吧？都尽量不要去得罪别人廖董了，他的个性，他愿意去得罪别人，可是他是坚持正义去得罪别人，所以我跟你讲大家要去爱惜他啦。那我相信他从事政治工作，台美党有他这一个魏征型的人物我相信台美党应该不会走偏掉了，因为他只要看走的不好，哪里不对，他一定都不会去妥协，他一定会出来扮演那个魏征一定是乌鸦，每天在那边。敢谁我相信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这一条路应该会走得很稳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努力成为，如果民进党是执政党，我们让台美党成为是最大的在野党，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幸福，也是台湾真正我们应该是把国民党踢到一边去让在野党跟执政党都是以爱台湾为出发的政党，这个才是对的。他们在网上讲什么无名指，那个我是不信的，因为我无名指也比食指长啊，而且他们说什么？说这上面这两条线中间有一个十字纹我两手都有啊。他们说这个有十字纹的是吗？带天命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觉得他这样讲我好像都有啦这个不重要，那个是穿着护会不重要。但是重点还是什么？知道吗？重点还是要讲我们未来51周，亲共者一定会全力反抗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真走入50周，他们就全死掉，他们连活命都没有了。美国的国安法多严重，美国的稍微切一点机密给对手，就关几百年、几十年了。台湾这些军方的人这些退将这些潜共情，我跟你没有一个能好日子过。他必然一定会在美国的法律之下，他们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全力抵抗，全力会抗拒我们，所以未来我可能会受到很多的羞辱。我跟你讲，这个挺住，没问题，我们都支持你。我跟你讲，我今天在训练自己，你知道训练自己，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敢说敢撞，我敢冲敢撞，我也敢得罪任何一个人，没错，没有一个我不能得罪的人。如果哪天凯利做不对，我当场这个刁，对吧？刁没错，这就是廖金章呗。对我的个性这样，如果他不是这样我们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就欣赏他这个嘛。我不是跟你讲27号我跟那个谁，跟那个郭大使，我们在台北见面，我第一件事就说，我今天一路上跟谁？跟秘书长回来，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未来我们这个团队最大的变数是什么？我一共是什么？是你。我不知道你好不好相处。如果你好相处，我们一定可以走得很远。如果你不好相处，可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你当我们党主席嘛。
哦，对不对郭大使啦，对郭大文先生，郭大文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弄个，因为什么这样讲？嗯我能给你破杯嘛，我什么东西都跟你讲清楚，好不好？对了，我讲清楚是代表什么？我留一个翻脸的空间。嗯，我跟你讲啊，我们的底线在这里啊，我跟任何人都这样啊，我底线一下啊，你跨过我的底线，我留下一个翻脸的空间，我可以跟任何人翻脸，只要你做不对的话，我可以跟任何人翻脸。这个是我们未来我们的什么？我们团队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团队，希望走到最后了，好不好？好了，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啊，刚好一个半小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各位，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喽。感谢各位啦。嗯。